乌克兰全线反击，完成复仇，俄军舰队再添亡魂。最近这几天，火力军看的是真解气，不仅收复扎波罗热的关键要塞，还在黑海用无人艇报了8年前的血海深仇。自乌军对亚速海、黑海的打击行动以来，已摧毁159艘舰船。只是相比较战线，乌克兰国内却因费多罗夫被解职，爆发了新一轮的抗议。那么，当前的乌俄战况究竟如何？费多罗夫被解职到底为什么？在扎波罗热地区，根据诺尔报告援引乌军指挥官的消息，乌军宣布他们已经完全彻底收复了小托克马奇卡一带。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火力军要说的是，乌克兰军人在这里的坚守已经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早些时候，俄罗斯仗着炮多肉厚，集中了优势兵力，向着这个村子发起冲锋。经过1550天的消耗，俄军才勉强占领了这个村子的东南一角。部分俄军刚刚深入这块阵地，还没等他们喘口气，乌军的反击就来了。乌军的阻击不仅打退了俄军的后续增援，更是发起了一波反冲锋，直接把这些爬进村子的俄罗斯残部清剿了出去，完全控制了这块战略要地。在清理完小托克马奇卡的残地后，乌军的兵锋并没有停下，把枪口对准了比洛西尔亚地区，继续朝扎波罗热等南部战线发起攻势。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这里的战斗不亚于当年的巴赫穆特，俄军从南部方向深入到城市一带。一些亲俄频道声称，他们已经控制了康城的大部分区域，不过还是跟之前一样，大家看看就好。真实情况是，乌军还在坚守市中心和西北部等核心地带，战斗相当激烈，部分街区甚至爆发了巷战。为了帮助地面部队，乌克兰空军也进入战场，对康城轴线上的俄军控制区，特别是俄军的弹药库和补给运输线实施了空中打击。乌克兰总参谋部明确表示，只要后方的有效补给能跟上，康斯坦丁诺夫卡绝对能守住。外界保守的数据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就算退1万步，俄罗斯最后真的用人肉战术拿下了这座城，他们也将付出无法承受的伤亡代价。与此同时，在顿涅茨克西南部，一个俄军突击小组试图偷偷渡过沃夫查河发动偷袭，结果呢，刚一下水就被乌军无人机部队发现。这帮俄罗斯士兵还没摸到对岸的泥巴，几架 FPV 无人机就从天而降，来了一个定点清除。相比较地面战况，海上的消息更令人振奋，乌军8年之仇一朝得报。根据 ABC 新闻等媒体报道，乌军一艘代号为萨甘3000的自杀式无人艇在新罗西斯克港击中了俄军的伊祖姆鲁德号，随后该舰撞向码头墙，并最终沉没。伊祖姆鲁德号2014年服役，造价约3500万美元，属于俄军的2级边防巡逻舰。一艘无人艇换了俄军一艘船，这波血赚。这不是最爽的，这艘伊祖姆鲁德号可是乌克兰的老仇人。2018年11月25日，乌俄战争还没爆发，乌克兰海军的比尔江斯克号与尼科波尔号炮艇带着亚尼卡普号拖船从敖德萨驶向马里乌波尔，在途经克赤海峡的时候遭到了俄军的偷袭。俄军先是用一艘所谓的民用货船直接横在海面上，封锁了克里米亚大桥下的航道。紧接着，这艘伊祖姆鲁德号与另一艘顿河号巡逻艇撞击乌克兰的船只。当乌克兰船只为了避免冲突掉头返回的时候，这艘伊祖姆鲁德号竟然还在后面开火射击。这次事件导致乌克兰6名水手负伤，24名船员被俄罗斯俘虏。这笔血债，乌克兰人整整记了8年。今天在新罗西斯克港，萨甘3000无人艇用一声巨响彻底洗刷了当年的屈辱。既然提到了海战，那火力军就不得不吹一波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部队。在黑海和亚速海，乌军的战绩太耀眼了。7月17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在电报上宣布，乌军在黑海海域袭击了12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船只。根据布罗夫迪的通报，这场代号为莫洛奇卡的猎杀行动从7月6日就开始了，目标是要彻底摧毁俄罗斯在亚速海和黑海活动的所有影子舰队。截至目前，在这场行动中，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已经打击了159艘舰船，其中亚速海有117艘被击中，黑海有42艘被击中。就在7月17日当天的空袭中，黑海海域就9艘干货船、1艘油轮、1艘燃气运输船、1艘拖船被精准命中。在打击影子船队的同时，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了大规模攻击。据亲乌克兰频道克里米亚之风报道，克里米亚多个城市发生爆炸，克赤火车站直接被炸瘫痪，火车车厢和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的物流枢纽被狠狠捅了一刀。不仅如此，克里米亚东南部的科克泰贝利还有附近的费奥多西亚市也接连发生爆炸。乌克兰的空袭还引发了阿拉巴特加的大火，连俄军驻扎区域附近的前军用机场也被卷入了火海。
俄罗斯这下彻底慌了。7月17日夜间，塞瓦斯托波尔连续拉响了2次空袭警报，俄罗斯高官全躲进了地下室，克什大桥更是直接封路，从当地时间晚上9点一直瘫痪到第二天凌晨5点，暂停了将近7个小时。半岛上的俄军现在每天都在恐惧中颤抖，不知道哪天晚上乌军的导弹就会砸在自己头上。在克里米亚，除了以上袭击，乌军还有另一场封神之战。在克里米亚的萨基军事空军基地，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欧米加特别用途中心上演了一场教科书般的袭击，并成功击毁了一架苏 -24M。国民警卫队指挥官奥列克桑德尔·皮夫年科表示，这次袭击经过了极其缜密的作战计划，乌克兰特种部队潜伏、识别、跟踪。在这架苏 -24M 正准备起飞执行轰炸乌克兰任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乌军动手了，连续2次精准撞击。第一架无人机砸在了轰炸机的机头上，第二架无人机紧随其后，精准命中了飞机最脆弱的油箱区域。伴随着巨大的讯爆声，这架苏 -24M 连跑道都没划出就被摧毁在地面。对俄本土的袭击，乌军也没停。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2空军基地，这几乎是克里姆林宫最重要、最核心的战略空军基地之一。这里长期驻扎着俄军最精锐的第121和第184航空团，里面停放的全是战略武器，图 2M3 逆火、图 95MS 熊，还有最先进的图160白天鹅。俄罗斯每次对乌克兰发射巡航导弹，基本都是从这里起飞的。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报道，乌军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群在夜色的掩护下直接飞向了恩格斯机场，袭击一直持续到天亮时分。俄军吹上天的 S-400被彻底突破，整个机场火光四起。卫星监测显示，机场的战略军事设施内部有极为明显的火灾痕迹，连俄军内部的电报频道都绷不住承认了挨炸的事实。搞笑的是，俄罗斯国防部闭着眼睛吹牛，声称在萨拉托夫上空拦截了全部的乌克兰无人机。好家伙，既然全拦截了，那你们基地里燃起的大火是怎么回事？是用无人机的残骸在机场里搞烧烤晚会吗？其实在2025年，乌克兰就多次空袭过这里，还炸毁了附近的大型油库。但是最近几个月，乌军一直把重点放在炸俄罗斯的电油厂和能源系统上。俄罗斯以为乌军换口味了，放松了警惕，结果乌军杀了个回马枪，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接下来乌军绝对不会收手，他们很可能还会对恩格斯机场进行反常识攻击，或者出其不意再度调转枪头去炸俄罗斯的电油厂。前线的战报让人热血沸腾，但乌克兰大后方发生了一大事，费多罗夫被解职，这事儿在乌克兰爆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被突然解职，至少23个乌克兰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泽连斯基恢复费多罗夫的职位。在乌俄战争期间，乌克兰民众确实多次抗议过，但以前抗议都是要求解除某些腐败或者无能官员的职务，而这一次是乌克兰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自发走上街头，要求保留一位部长的职务。费多罗夫被解职，不仅乌克兰民众不理解，连欧盟都懵了。欧盟国防与航空事务专员库比留斯表示，费多罗夫被解职让欧盟感到极度出乎意料。他在接受欧洲真理报采访时毫不吝啬地夸赞费多罗夫，我们与费多罗夫的合作非常密切，我个人认为在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乌克兰取得了太多不可思议的成就。库比留斯直接放话，这势必会在欧盟内部引发巨大的质疑，为什么像费多罗夫这样能干的人会被替换？欧盟将正式询问换人的原因，并要求泽连斯基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说实话，火力军也很不理解泽连斯基为什么要解职费多罗夫。他在任期间推行了彻底的无人机战略，实施不对称战略打击，把无人机、地面机器人、AI 技术全面引入乌军的战术体系，天天用高科技装备定点爆破俄罗斯的后勤补给线，还顶着压力加速了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的研发，把以前黑箱操作的国防合同全面实行公开招标，并监督无人机的生产产能、战场部署以及整个乌军的数字化转型。这些成果全世界都有目共睹。没有他主导的这套打法，乌克兰前线的伤亡不知道要翻多少倍。就在6月份，费多罗夫刚推出了一份乌克兰国防改革计划，结果呢，墨迹未干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了。理由也很离谱，费多罗夫与希尔斯基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火力军说句难听的，真实原因恐怕远不止这么简单。只能说搞改革动了某些军头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对于费多罗夫被解职这事儿，俄罗斯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俄罗斯的那些军事博主在军事通报频道里称，费多罗夫被解职对俄罗斯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家伙负责乌军的数字化提升和无人机使用，甚至还负责想办法进入我们在前线偷用的星链终端，给我们造成了极其重大的麻烦。他的辞职对俄罗斯来说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连敌人都觉得换将好，这绝对不是什么好棋。火力军真心希望泽连斯基能听听民众的声音，吸取盟友的建议，不要在这个关键节骨眼上搞什么意外。虽然政治上有波折，但在军工引进上，乌克兰这几天迎来了史诗级的大突破。此前，美国一直说要给乌克兰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但大家都在猜，到底是授权生产雷神公司老旧的 PSA-2 GEMT， 还是授权生产洛马最先进、专门用来拦截弹道导弹的 PSA-3 MSE？ 这可有天壤之别，现在已经有结果了。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该生产许可涵盖的正是最顶级的 PSA-3 MSE 导弹。根据乌克兰未具名官员的透露，目前基辅与洛马的谈判进展神速，比预期的还要快得多。美国公司正在全力支持向乌克兰授予生产许可。这意味着什么吗？乌克兰将成为继日本之后，全世界第2个获得制造 PSA-3 导弹权利的国家，防空实力将迎来质的飞跃。洛马的 PSA-3 MSE 是目前乌克兰手里最有效的反弹道导弹利器，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被它打下来的。依靠动能拦截，爱国者导弹能直接在空中用极高的速度把俄罗斯导弹的弹头撞碎。只是生产 PSA-3 MSE 的难度极高，生产周期24个月，整个供应链里有大约400家分包商生产各种零部件。这意味着乌克兰不仅是建个组装厂，而是要把自己的国防工业整合进洛马的全球供应链里。目前最大的瓶颈是波音公司生产的主动雷达寻敌器，这是 PSA-3 的眼睛，也是限制产量的最大障碍。该组件的生产是三菱重工业将年 PSA-3 MSE 导弹产量从30枚提升至60枚的主要障碍。在日本，这一过程本质上就是用美国制造商供应的关键部件组装这些导弹。洛马现在的压力也很大，他们计划在未来7年内将 PSA-3 MSE 的产量从每年620枚飙到2000枚，所以洛马公司非常渴望扩张产能，这也正是乌克兰的机会。目前，关于在欧洲北约成员国，比如德国和波兰本地化生产 PSA-3 的讨论也在进行中。洛马的野心是建立一个庞大且互联的欧洲生产网络，而经过战火洗礼、急需防空弹药的乌克兰必将成为这个网络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环。另一边，乌克兰的铁杆兄弟英国也有好消息，军工体系重新复苏。为了援助乌克兰，英国竟然近20年来首次恢复了火炮炮管的生产。大家没听错，堂堂老牌强国，在这之前已经有将近20年没造过新炮管了。乌俄打醒了他们。最近 BAE 公司已经将首批崭新的炮管运抵了乌克兰，乌克兰当地的合作伙伴正在进行集成和验证流程，一旦通过，就将开始满负荷的大规模全面生产。这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工作是在英国谢菲尔德锻造大师工厂进行。为了这个项目，超过60家英国公司参与了供应链。整个过程是根据2025年1月签署的一份价值6100万英镑的合同进行的。根据防务快报的报道，从协议签署到首批炮管交付，英国人大约花了1年半的时间。这在以前拖拖拉拉的英国军工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英国承诺将源源不断地制造和供应105毫米和155毫米炮管。目前猜测，这些炮管主要用于英国援助的 AS90 以及105毫米 L119。这说明欧洲的战争机器正在乌克兰的刺激下彻底重新启动。英国目前正积极进行全面重新武装，不仅恢复了炮管生产，还在为挑战者3生产新的炮塔，甚至在 GCAP 项目下开发第6代战斗机。普京原本以为可以闪电战拿下基辅，结果呢，不仅没拿下，反而唤醒了整个北约。这场战争，俄罗斯不仅在战场上损失惨重，在长期的军工产能和国力消耗上，也注定将输得一败涂地。像托克马奇卡的坚守、黑海无人艇的复仇、恩格斯机场的大火，就是最好的证据。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对于费多罗夫被解职这件事，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